I've got an appetite. Specific days get lonely. Not trying to start tonight. Cause a girl's gotta eat, yeah. I might be out of touch, but I won't take it slowly. Don't need to talk too much. 你们这几个废物，连这点事都做不好，真是该打！这个男主的舔狗老婆也太气人了，为了那么一点点小事就对保姆出手，真得遭雷劈！温小姐，你就饶了我们吧，我们保证下次一定不会让穆君少爷顺利出门和江代见面。是啊，温小姐，你就再给我们一次机会吧。穆君江代，苍天啊！就因为我骂了那个炮灰女配2句，我就成为他本人了？还有没有王法啊？温嫣然，一个疯狂迷恋男主穆君的炮灰女配，不仅威逼利诱逼穆君跟自己结了婚。温嫣然，带着你的人拿着东西，从我家滚出去！不可能，我们已经结婚了，就应该住在一起。最后被穆君亲手送进精神病院，下场凄惨了。不行不行，我不能让悲剧重演，我得离穆君和江代远一点。温嫣然，你太过分了！我要跟你离婚。离婚？太好了，开局就这么幸运。温嫣然明明没有张嘴，可我为什么能听到她在讲话？穆君最讨厌原主缠着他了，为了以防万一，我一会儿就装作伤心欲绝，哭个不停，他肯定烦得当场就签离婚协议了。这声音怎么又出现了？难道是我最近压力太大，出现幻听了？你们先下去吧，我有话要跟少夫人讲。快！签字吧，看在温家和穆家2家世交的份上，我们好聚好散。穆哥哥，我知道我之前做了很多的错事，但是我是真心爱你的。如果不是因为家长的原因，我根本不可能跟这种恶劣的女人交往。装什么？我看你就是贪图原主的美色，所以才同他结婚的。你说什么？我什么也没说。吓死我了，还以为不小心把心里话说出来了，看来以后要收敛一点了。原来我刚才听的都是温嫣然的心声。穆哥哥，既然你这么讨厌我，那我还是签字吧。等离了婚，我就可以彻底摆脱悲惨结局，拿着从穆君那里白嫖的1000万离婚补偿，包养帅哥男博了。原来他之前的神情都是装出来的，
从始至终都在图谋我的离婚补偿。哇塞！穆哥哥，就算我们离婚了，我也不会放弃爱你的，哪怕是孤独终老，我也愿意。孤独终老个屁呀！外面帅哥一抓一把，我才不会在你这一棵树上吊死呢。穆君这个直男绝对察觉不到我在装哭。潇洒人生，我来啦！好啊，你个温依然，装上瘾了是吧？休想用假感情骗我的离婚补偿，我一定要拖到你犯错，让你净身出户。既然你这么喜欢我的话，那这婚就先不离了。什么？又不离了？怎么了？有意见啊？怎么可能啊！你不跟我离婚，我高兴还来不及呢，怎么可能有意见呢？行了，既然这样的话，我先去忙工作，你在家里自己把卫生打扫吧。我打扫卫生，一个人？不然呢？你把家里的保姆都吓走了，你不打扫谁打扫？打扫的干净点儿，回头我检查。完了完了，戏也过了，真的是不当演员我都可惜了。不行，我不能坐以待毙，必须今天就要穆君跟我离婚。哼，如何让老公厌烦？搜索。男人最讨厌时时刻刻发消息查岗的女人。我跟我前夫啊，就是因为这个离婚的。哇，有道理。那我现在就给穆君发骚扰短信。老公，好想你，你在干嘛呢？恶心不死你！搞定。等穆君把我拉黑之后，我就去大闹一场，我就不信他受得了。你不是晚上才回来吗？你给我发了那么多想你的信息，我就回来了。我倒要看看你给我发那么多骚扰信息是要做什么用。穆哥哥，你怎么回家不关门啊？多危险啊！好机会，穆君竟然敢光明正大带小青梅回家，我这就趁机大闹一场。就这么想抓我的把柄，离婚俩赔偿，没门儿！好啊你！他不是我带回来的，我只是忘了关门而已。他怎么知道我想要说什么？现在怎么办？依然姐，你别误会，我跟穆哥哥从小一起长大，就像亲兄妹一样。刚才路过这里，看见门没关，还以为家里是出了什么事情，才冒昧进来看看你。好浓的茶味，我怎么不记得江代在剧里是这种人设？难道原剧剧情因为我的出现被改变了？什么人设剧情？怎么感觉依然变得神神叨叨的？依然姐，如果我的出现让你不开心了，那我给你道歉。你千万不要因为我跟穆哥哥吵架。道歉有什么用啊？氛围全被你破坏。穆哥哥，姐姐她……江代，我警告你，这里是我的家，赶紧给我滚出去，别在这碍眼。我都这么对穆君心心念念的小青梅了，他现在肯定气炸了，马上就会跟我提出离婚。真以为我蠢到因为这个小插曲就同意跟你离婚？想得美！这件事情确实是你的错，所以现在请你出去。什么情况？他不是应该护着他的小青梅赶我走吗？剧情走向不对呀！穆哥哥，你是认真的吗？你觉得我有功夫跟你开玩笑吗？可是，
喂，你好。好，我现在就过去。我现在要回公司处理点急事，家里的事情你看着办吧。温依然，我告诉你，穆哥哥心里是爱我的，只不过看在长辈的面子上，才对你这么客气的。那你倒是让他同意跟我离婚啊！跟我说这些有什么用？你少在这里装模作样，肯定是你手里握着穆哥哥的把柄，他才不跟你离婚的。妈，信不信由你，我懒得跟你解释。你给我站住！我靠！我靠！你这鼻子是假的！你自己说话的鼻子，吼我干什么？我要去找穆哥哥告状！这可是绝佳的离婚机会啊！穆君要是知道我把他宝贝小青梅的假鼻子打歪了，肯定会气得立马跟我离婚。江丹妹妹，你等等我呀，我送你去找穆君。穆哥哥，我本来是想拉住文姐姐，跟她道个歉，谁知道她却推我，我的鼻子。我知道文姐姐一直都不喜欢我，所以我平时都躲着她走，谁知道竟然对我意见这么大，还对我动手。不愧是顶级绿茶，自己把鼻子摔歪了，还能说出这么一大堆诋毁我的话。不错，等我成功离了婚，我一定给他报销修复鼻子的钱。为了跟我离婚，宁愿被江代这么诋毁，也不狡辩一句。温依然，你真是好样的。客厅里有监控，要想知道谁把你鼻子撞坏的，看一下监控就行了。客厅里有监控，你怎么不早说啊？大姐，你反应怎么比我还大？反应这么大，不知道的还真以为鼻子是他打歪的。完了完了，如果穆君知道我是被冤枉的，那他就更不可能跟我离婚了。不行，必须得赶紧想办法补救。老公，我真的不是故意把江丹妹妹的鼻子给撞坏的，我这次是太冲动了。你要打我骂我都没关系，但是千万不要跟我离婚啊！我离不开你呀！你呀，千万不要在离婚协议上签字呀！我舍不得你，我舍不得你。为了跟我离婚，又哭又闹的，真是可惜了这么好的演技。我都表现得这么恶劣了，他怎么还不签字啊？没笔怎么签啊？笔给你，但是你千万不要签字呀！你要是签了的话，我一定会跳楼的呀！既然你这么舍不得我的话，那这离婚协议我再考虑考虑。你又反悔了？那是你在耍我吧？怎么可能啊！我只是觉得你为了我而放弃生命，我有点舍不得了。穆君什么时候学会心疼人了？这有点不像他的风格。这两个女人吵得我头疼，还是出去清静一下吧。修缝鼻子的钱可以从公司账上报销，我还有事，先走了。真是没用，这么好的机会都抓不住。你说什么？那个老公，我其实刚刚有夸张的成分，我也不一定会跳楼的。老公，你等等我呀！这穆君不是讨厌我吗？为什么不肯在协议上签字啊？骚扰短信没用，惹他生气也没用，被江代误会也没用，他到底想干什么啊？
要不然我就直接给他喝姜蛋下药。等他们生米煮成熟饭，这婚我们就离成了。对，没错，我现在就去找穆君，让他晚上把姜蛋带回来。我操！没人告诉我穆君身材这么好啊！温依然，进卧室之前不知道先敲门吗？对不起啊，我不是故意的，我有事要找你。说。是这样的，我之前呢把江黛妹妹的鼻子弄伤了，挺过意不去的，我想补偿她一下。麻烦你下班之后接江黛妹妹一起回家，我做顿大餐让你们尝尝。你还会做饭？我怎么不知道？当然了，我之前是懒得做，其实我厨艺可好了。作为一个从来没有下过厨的人，这话说的我自己都快信了。为了给你和姜蛋下药，我还特意学做了几道菜，太亏了。等离婚之后得好好补补。为了离婚，他竟然要给我和姜蛋下药，简直倒反天罡。你怎么啦？脸色这么难看，是没休息好吗？确实没有休息好，所以今天晚上我早一点带姜蛋回来。那太好了，我现在就去超市买食材，保证给你们做一顿大餐。既然你们想这么玩，那我就陪你玩玩，我倒要看看你最后怎么收场。等穆君和姜蛋喝下这2杯加了料的红酒，我就想办法把他们锁在卧室，绝对不打扰他们。你们回来了。姜蛋呢？怎么没一起回来？他今天有急事来不了，晚上就咱们2个人。可是我做了这么一大桌子菜，他不来我们2个人吃不完的，还是等他一起吧。吃不完可以放冰箱啊。可是什么？还是说这菜有问题？怎么可能呢？这都是我亲手做的，怎么会有问题呢？为了假装会做饭，居然点了这么多外卖，真是下血本了。可以吃饭了吗？我太饿了。可以，还有一道菜，先坐。家里就我们2个人，他喝了加了料的酒会出事的。等一下，怎么了？一惊一乍的。这个酒里面好像有苍蝇，我去给你换杯新的。温依然，我已经趁你挂衣服的时候，把有药的红酒换到你面前了，等着自食其果吧。来，这杯你尝尝。来，干杯！干杯！不愧是6位数的红酒，喝起来就是香。今天忙了一下午，辛苦了。来，多吃点。穆君竟然主动给我夹菜，该不会是被什么脏东西夺舍了吧？该说这句台词的应该是我吧？也不看看最近疯疯癫癫的到底是谁。你也多吃点，别浪费。
那真是笨蛋，竟然完全没有察觉到是我动了手脚。那我突然感觉好像有点困，我先回房间了。这药劲怎么这么大？我怎么觉得陆军比平时帅了好多？别以为你在心里夸我帅，我就会原谅你这段时间的所作所为。不行不行，我依然你清醒点，你们注定是要离婚的，不然真被他送进精神病院就完蛋了。虽然他最近的行为确实不正常，但我也不至于会把他送进精神病院吧？难道他这么怕我？还是先把他送回卧室吧。母亲，你好帅啊，比剧里看到的都要帅。趁我还有耐心之前，赶快把手拿开。凶什么凶啊？我们可是合法夫妻，摸一下怎么了？本来莫名其妙穿到这里，当炮灰就烦，还要每天被这个死木君嫌弃，被他骂。原来他心里积压了这么多不满，可他以前为什么从来没跟我说过？你看着我干嘛？当然是要。Give us a little love, give us a little love. We never had enough, we never had enough. 这可是你自己惹上我的，等你醒了，你可别后悔。谁后悔谁是小狗。We'll get it on the wall. 头好痛啊！我这是谁后悔谁是小狗。 I'm just waiting for my right to come back now. Can't help that. 完了完了完了！我居然酒后乱性，跟穆君睡了。他不会今天晚上就把我送到精神病院吧？真是美色误人啊！不行，趁他下班回来之前，赶紧跑路。你没去上班啊？没有啊，我去买早餐了。你这是要干嘛去啊？没去哪儿啊？我就是看这个箱子太脏了，想要拿去丢掉。可这箱子是我刚买的，准备出差的时候用。哦，是吗？那我现在把它放回原位。怎么这么倒霉？看来只能半夜偷偷跑路了。都跟我睡了，竟然还想逃跑！依然，站住！大哥，我昨天晚上真的不是故意的，我知道你讨厌我，你可以跟我离婚，但是千万不要报复我呀！意外？你说昨晚的是意外？你说昨晚的是意外？是啊，不然借我100个胆子，我也不敢碰你啊！第一次见睡完不认账的女人啊！既然你说是意外，那我也就没什么好问的了。这吃吧。穆君生气了，为什么？算了，填饱肚子再说，大不了我1哭2闹3上吊，我就不信呢。穆君连这点夫妻情分都不讲，哼！温逸然以前明明用尽手段也要缠着我，
现在却绞尽脑汁想离婚，还总是想一些莫名其妙的事情，这究竟是为什么？穆总，这份是昌盛集团的合作合同，对方着急等答复，您看一下。穆总，穆总，你在听吗？什么事？合作合同。穆总，您今天状态不太好，是不是出什么事了？啊，没什么，就是觉得温依然最近变化有点大，变得跟以前不太一样了。没什么，就是觉得温依然最近变化有点大，变得跟以前不太一样了。看出来了，温小姐好像不怎么黏着你了。我才冷落她1个月，她就变化成这样，真是够奇怪的。但这不是你一直希望的吗？说的也是。我记得你以前经常跟我说想跟温小姐离婚，但现在为什么一直不想在离婚协议上签字呢？我以前想和她离婚，是因为她的性格太恶劣了，可是现在变了，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甚至变得有一点可爱。穆总，所以你现在不仅不想和温小姐离婚，而且还喜欢上了她是吧？你可别乱说，我怎么可能喜欢她呢？我只是对她的感觉好了一点点，就一点点。好，那您继续想着温小姐吧，我先去忙了。哎，等一下，怎么了？那个，你有没有什么办法能让她重新喜欢上我？穆总，问我你算是问对人了。真的假的？当然是真的。给我发的什么呀？恋爱宝典里面全是追女孩子的，保证管用。每天给女生发99个早安晚安，让她对你产生熟悉感，不错吧？制造英雄救美场景，让她对你产生依赖感，刺激吧？刺激个屁呀！这都些什么馊主意？哎，穆总，这些可都是网上超火的套路，女生都吃这一套。温依然现在对我一门心思只想离婚，我这样做呀，只会让她觉得我有病。好像是有点欠口。行了，你去忙吧，我再想一想。好吧。陆军这几天既没提离婚，也没找我麻烦，不会再憋什么大招吧？哼，不行，我得先发制人。他手里拿的80%是江大送给他的礼物，正好抓住这个由头，跟他大吵一架。哼，这是我送给你的，不是江代送的。给我的？这里面不会是炸弹吧？你之前不是说过喜欢星星形状的东西吗？我就给你买了条项链，我特意买给你的，戴上试试。随口一句话，陆军竟然记这么久，难道他真的是想给我买条项链？这个设计师很有名的，你要喜欢的话，回头介绍给你认识。什么情况？陆军今天说话这么温柔，还要介绍设计师给我，真是太阳岛西边出来了。怎么了？不喜欢吗？喜欢，特别喜欢，谢谢老公。知名设计师设计的，肯定很值钱吧？离婚之后就把这条项链挂在网上，大卖一笔。真是个小三。他坐我旁边干什么？难道是想监视我？废话，都已经是这么亲密的关系了，当然要看看你有没有被这种跟其他男人聊天了。看什么呢？笑得这么开心。帅哥，怎么样？身材不错吧？身材不错，有我身材好吗？当然了，你看，这肱二头肌，这马甲线，这……
你干什么？你确定他的身材比我好？是不是上次天太黑没看清啊？要不要再来一次？你大白天可别耍流氓，小心我告你！拿什么告我呀？作为丈夫，亲近一下自己的老婆，有什么问题吗？有问题啊，特别大的问题。看来色诱这招可比陈凡那本恋爱宝典管用多了。穆君今天什么情况？居然敢对我动手动脚的！他刚才那是什么意思？色诱我？那个以前对我避之不及的穆君，竟然会色诱我？不可能，不可能！这肯定是他报复我的手段，不能上他的当。不就是色诱吗？有什么好怕的？下次再这样，我就直接删他，看他能装到什么时候。依然，江奈来了，说想当面给你道个歉。真是阴魂不散啊！怡然姐，之前鼻子的事情是我太冲动了，我不应该不分青红皂白的冤枉你，这次特地来给你赔罪的。明明就是想来看我和穆君有没有闹矛盾，还赔罪，我呸！坐吧，别站着，当自己家一样。谢谢怡然姐。说起来，我和穆哥哥从小一起长大，他以前最疼我了，不管我做错什么，他都不会真的怪我。就像上次，我不小心打碎了他最宝贵的限量款手表，他也只是笑着说没关系，还安慰我别自责呢。唉，那他可真是大度啊。是啊，小时候我们还一起在院子里荡秋千，他还会给我摘树上的桃子呢。好家伙，这是在我面前炫耀旧情呢。可惜我对你们的过去一点兴趣都没有，只想赶紧走人。他不仅不吃醋，竟然还满脑子想着跟我离婚。江黛，过去的事就不要再提了。啊，穆哥哥，我只是怀念以前的事情，不是故意在怡然姐面前多嘴的。没什么好怀念的，那都是以前的事情，过去了。我们现在只是普通朋友，只是普通朋友。穆哥哥，你说什么呢？穆哥哥，你怎么能这么说？小时候你说过要保护我一辈子的，你都忘了吗？是不是怡然姐在你面前说什么让你误会了？你以前从来不会对我这样的。不错，江黛这波回忆杀来的及时，赶紧把穆君的心勾回去，然后你俩双宿双飞，我好拿着财产跑路。温依然，这下你彻底惹怒我了。女孩子都哭成这样，你好歹哄两句啊！这么铁石心肠，怎么能追得回小青梅？江黛，真的以前说的话不算数。还有，我现在已经结婚了，不要在我老婆面前胡说八道。老婆，我依然心里根本就没有你，你醒醒吧，穆哥哥！说得好，多说点。江黛简直就是我的顶级嘴替。穆哥哥，穆君，你干什么？温依然，我喜欢你，你感觉不到吗？你说什么？你没发烧吧？我没发烧。疯了，全疯了！原剧里穆君明明对原主恨之入骨，一定是我穿越进来之后把剧情给破坏了。他又在说胡话了，难道我给他的安全感还不够吗？穆哥哥，你不能喜欢她，她是个坏女人，她以前怎么对你的，你都忘了吗？以前是以前，现在是现在，我就喜欢现在的温依然。天哪，这哪里是狗血短剧，这简直就是魔幻现实主义啊！依然，别怕，我会保护你。大哥，你搞错了吧？你喜欢的应该是江黛才对，怎么可能是我呢？怎么不能是你？你的那些小心思，你笨手笨脚的样子，为了离婚耍的那些小把戏，我都觉得很可爱。可
你这三观真的是跟剧情一样崩坏了。我很清楚我在说什么。完了，男主彻底被崩坏的剧情带偏了，现在该怎么办呢？都是你魏依然，要不是你横插一脚，我早就跟木哥哥在一起了。我没进来之前，你也没追到木君。你什么你啊？你要是真喜欢他，就赶紧追他呀，让剧情回到正轨，行不行？魏依然，你怎么能让别的女人追我呢？我们可是夫妻啊！可就放个狠话嘛，你生那么大气干什么？有拿自己老公跟别的女人开玩笑吗？有啊，哇！你再说一遍啊！啊，好，错了，以后再也不敢了。就是你能先把手放开吗？你这样让我很困扰。困扰？我喜欢你，让你觉得很困扰吗？当然，你要是喜欢我的话，剧情就不对了，我会成为历史的罪人的。我虽然听不懂你在说什么，但是在一起，跟谁在一起，从来都不是这些虚无缥缈的东西决定的。哎呀，反正就是不对。你本来就应该和江大好好在一起，我就是那个炮灰。是啊，木哥哥，魏依然自己都承认了，他从来没想跟你真心在一起生活，他一直想着离婚跑路。他看起来好可怜啊，怎么办？搞得我都有点不忍心了。依然，我不管你以前是怎么样，我清楚我现在很喜欢你，可以给我一次机会吗？木哥哥，你怎么能这么偏心？我为你付出了多少，你真的看不到吗？够了，江代，如果你再这样胡搅蛮缠，别怪我对你不客气。木君，你要是真的喜欢我的话，就应该为我考虑。我跟你离婚会很开心，难道你不想让我开心吗？我的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他总该放我离开了吧？和我离婚，你会更开心吗？当然，没有了你的束缚，没有了江代的纠缠，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那简直就是神仙日子啊！那好，我给你个机会。你同意离婚了？3个月，这3个月之内，我会好好的追求你。3个月之后，如果你还是觉得离婚更好，我二话不说就会签字。3个月好像也不算太久，到时候我故意刁难他，让他主动提出离婚不就行了？一言为定。我是不会给你离开我的机会，刁难我也没用。我是不会让你们在一起的，木哥哥只能是我的。魏依然，你别得意，木哥哥只是一时糊涂，他迟早都会回到我身边的。那我们就拭目以待喽，反正3个月之后我就能解脱了。3个月而已，到时候我故意天天跟他作对，让他觉得我无药可救，肯定会主动放弃的。江代，你可以走了。你想吃什么？我去给你做。我去，上一秒还冷冰冰的，下一秒竟然能笑得这么温柔，真的不是人格分裂吗？别想了，我没有人格分裂。你刚刚问我想吃什么？我特别想吃城南那家排队2个小时的豆浆油条，你去给我买。这么麻烦的要求，他肯定会嫌麻烦拒绝的，我正好可以趁机找茬。好，我去给你买。不是吧？他来真的？我就给你买回来了。我特意让他多炸了一遍，保证酥脆。他竟然真的买到了！不行，我不能被这点小事打动，我还等着离婚去过潇洒日子呢。啊，这个好像没有我之前吃的好吃了，有点油啊！快帮我挑剔。行，那我重新给你买一个去。这也太好脾气了，和以前的木君完全不一样。哎，算了吧，就这个吧，能吃饱就行。你该不会是在心疼我吧？怎么可能？我只是怕浪费粮食。好，我老婆最好了。虽然木君一大早就把我叫醒，让我来公司陪他工作，
但是看见这张帅脸，什么气都生不起来了。穆总，这是您要的方案，拿给依然看。我看，我相信你。我都不相信我自己，你相信我有什么用啊？邵夫人，您看一下方案吧。这写的都是什么呀？完全看不懂。看不懂就别硬看，我只是让你帮我去决策一下。不好意思啊，我对这个确实一窍不通，还是请穆总自己决定吧。邵夫人，看不看得懂不重要，重要的是穆总想要你参与他的工作，这是把你当自己人呢。穆君怎么骚操作一套一套的？再这样下去，我可能真的会对他有意思了。陈安说的没错，我是想把你当自己人，毕竟我们是合法夫妻，不是吗？别靠这么近。那个穆总，邵夫人，我突然想起来，财务那边还有点事没处理，我出去处理一下。方案的事你们慢慢聊。坐。我才不做呢，谁知道你又耍什么花招？其实这个项目很简单，就是南城的商业综合区要开发一个新项目，你觉得那里适合什么业态？南城那边居民区比较多，但是缺少一个大型的亲子活动商业中心，还有美食街。如果加上这些，应该会很受欢迎吧？说的挺有道理的。没想到我老婆竟然这么有商业头脑。那么着急走干嘛？难得来公司一次，就多待一会儿。我才不在这待着呢，我又不懂什么商业，说多了都是错。不懂我可以教你啊，而且以后穆氏的产业也有你的一半。我才不要你的什么产业，我现在只想离婚，过自己的潇洒日子去。这件事情等3个月以后再说，现在你是不是该履行承诺，跟我好好相处？我没有不履行承诺啊，明明是你先动手动脚不安分。跟我好好相处，可以吗？我觉得和喜欢的人亲密一点，没什么不好的。你凭什么不让我进去？我都说了穆总在忙，江小姐还是识趣点，离开吧。我不，我今天非要见到穆哥哥，别拦着我！魏依然，你个贱人，快放开穆哥哥！对不起，穆总，我没拦住江小姐。没关系，正好借着这个机会，让她死心。穆哥哥，你怎么能这么对我？我为你付出了这么多，你怎么眼里只有他一个人？香黛，我早就跟你说过，我现在爱的是依然，别再纠缠我了。穆君，你快放开我，尴尬死了！他是奸我狂魔吗？怎么又亲？不，我不相信，穆哥哥一定是被他蛊惑了。江小姐，请你冷静点。放开我！我要杀了这个女人，她抢走了我的穆哥哥。江黛，你要再这样，我就报警了。我和你从小一起长大，你为了一个外人，竟然要报警抓我！他不是外人。穆哥哥，你今天要是不跟我走，
不跟这个女人离婚，我就死在你面前。穆君，你快劝劝他，别让他做傻事。江淡，你认为用死来威胁我有用吗？没用，那我就死给你看。穆哥哥，我这辈子除了你，谁都不嫁。你要是不选我，我活着有什么意思？江淡，你先把他放下，有话好好说，感情的事不能勉强，你别伤害自己啊！你少在这里假惺惺的，要不是你，穆哥哥怎么会不选我？都是你的错。穆总，现在怎么办？江淡，我最后再劝你一次，把刀放下。生命是自己的，不是你用来威胁他人的工具。穆哥哥，你真的就这么狠心？哪怕我用性命相比，你都不愿意和我在一起吗？两个没有感情的人在一起，注定不会幸福。穆君，要不你先答应他，先稳定住他的情绪再说。不行，这次答应他，下次更会变本加厉。好，既然你这么绝情，那我就遂了你的愿。你疯了！对，我就是疯了，被你逼疯的。我到底哪里比不上文依然？你为什么就是不喜欢我？江淡，你很好，只是我们不合适。以前我只是把你当妹妹，现在我有了依然，我希望你能放下过去，好好生活。江小姐，强扭的瓜不甜，你这么年轻漂亮，以后肯定能遇到真正适合你的人。我不要你的开导。既然你们都拦着我，那我还是挑桩自张好了。江小姐，你冷静点。不跟我，让我去死，让不跟我活一辈子。把他带出去，找个心理医生，好好看看。好，穆总。吓死我了！他也太疯狂了。对不起，让你受惊吓了。这件事不是你的错，你不用道歉。只是江淡他，我知道他对我执念很深，以前觉得他是小孩子脾气，没想到他做事这么极端。依然，能不能给我一个机会，也给你自己一个机会，试着跟我好好相处一下？怎么办？穆君现在对我这么好，我好像真的有点动摇了。时间还长，我一定会让你爱上我的。爸妈，你们来了，怎么不提前说一声？怎么，我们来看自己亲儿子，还要提前打报告啊？不是，你们提前来的话，告诉我，我好订餐厅请你们吃饭。我要是提前说的话，怕是某些人又要故意装模作样的讨好我们了。哎呀，这背地里呀，指不定怎么偷懒呢。妈，您教训的是，那我以后啊就不讨好您了。豪门婆婆果然难搞，不过正好有她在，我和穆君的离婚大计指日可待。他怎么还想着离婚？看来不能让我妈在这多待。有你这样跟婆婆说话的吗？我看你根本就没打算当我们穆家的媳妇儿。雅丽，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儿，你讲话别那么冲。你懂什么？儿媳妇就是要勤俭持家，像她这样好吃懒做还目无尊长的女人，以后怎么照顾穆君，怎么打理我们穆家的家事？妈，我自己能照顾好自己，你别这么跟依然讲话。你现在真是胆儿肥了，竟然为了这么个女人跟我顶嘴，怪不得江淡哭着让我们来替她讨回公道。怪不得这两位会突然来访，原来是那个绿茶小青梅告状了呀。妈，
您别生气，等我下次见到江代啊，一定和他道歉。道个屁的歉！等离婚之后，我一定离穆家和江家远远的。我可不想跟恶婆婆和小绿茶打交道。依然都这么说了，就别为难他了。咱们难得来一趟，哎，别总揪着这点小事不放。闭嘴！这里哪有你说话的份？家里的事哪件不是我说了算？你现在倒好啊，胳膊肘往外拐。妈，我希望你能尊重依然，她是我的妻子，也是您的儿媳，你理应对她好一点。尊重？他配吗？要不是他死缠烂打，你能跟他结婚？我看他就是贪图我们穆家的财产。不好意思啊，我巴不得赶紧离婚，分点财产走人。谁稀罕待在这个破地方，看你们全家人的脸色。雅丽，话不能这么说。不管怎么说，文家在京城那也是有头有脸的人家，不至于贪图我们家这点财产。你懂什么？人心隔肚皮。我看你就是老糊涂。以后家里的事你少管。错了，我再也不乱讲话了。哎呀！哎，这某些人呢，真是把大小姐脾气带到别人家里来了。我还没见过自己坐着不动，让自己老公做菜的儿媳妇儿。是吗？那妈以后你得多见见世面了。哎呀，俊儿的手艺越来越好了。来，雅丽，快尝尝这个排骨。你看看，饭不会做也就算了，还穿得那么花，哪像会过日子的呀？我这衣服怎么了？挺好看的呀。问题就出在好看上了。你穿那么花哨干什么呀？我们穆家娶媳妇儿，可不是娶一个花瓶回来摆着的。等我离婚之后，就天天打扮得花枝招展，去你家门口晃悠，气死你！妈，依然穿什么是她的自由，你就别指手画脚了。好，别的我不管，你嫁进我们穆家也有一段时间了吧？你这肚子怎么还没动静啊？我可等着抱孙子呢。这怎么又扯上孩子了？你这是什么表情啊？该不会是你的身体有什么问题吧？要不要我带你去看看老中医？需不需要我带你去看一下老中医？妈，我们有自己的规划，依然身体很好，不需要去看医生。计划？什么计划？我看你们根本就没把传宗接代这回事放心上。哎呦喂，还是人家江代好啊，每次来看我呀，都跟我说要给我生俩大胖孙子呢。哼，看看人家多懂事儿。江代想生，让他自己去生啊，生10个都没人管他。妈，你提江代干什么呀？我一直把她当亲妹妹，依然才是我的妻子。你这是被他给迷昏了头了。看来我是该在这里多住几天了，好好给温怡然立立规矩了。什么？本来还想安安稳稳等3个月之后再说，现在看来得想办法提前逃了。不行，不能离婚。我也没说现在就离婚啊。妈，您住在这儿确实不方便，要不然你跟爸回去吧。啊，对，我也是这么觉得。有什么不合适的？我正好留下来帮你们调整调整作息。从明天起啊，早上6点起来吃早餐，晚上10点呢准时熄灯睡觉。家里卫生呢也要按照我说的来打扫，听见了吗？这哪里是立规矩，这是要把我当成佣人使唤啊！早上6点也太早了，怕是你也起不来吧？早什么早啊？早睡早起身体好，以后家里的这些饭呢也由你来做，学学人家江代，
那可是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妈，妈什么妈呀？你惯着他也得有个度。哼，家里不是有顾保姆吗？你没必要这么为难我吧？什么叫为难你呀？这是你作为穆家儿媳妇儿最本分的工作。啊，原来作为穆家儿媳就跟当保姆一样啊！那我还是跟穆君离婚吧。不行，我不同意。哎呀，傻儿子，你听他胡说，他才舍不得放弃穆家的荣华富贵跟你离婚呢。好啊，那你现在就去打印一份离婚协议，你看我敢不敢签？你以为我不敢呐？我早就想让你们离婚了。那你现在就去拿过来呀。好，你给我等着。哎，干什么？非要把事情搞得这么难看吗？拉着我干什么？放手！妈，你要再胡闹的话，我就请你出去了。你竟然为了这个女人赶我出去！是你先胡搅蛮缠。我的命好苦啊！我怎么生了这么个白眼狼的儿子？他为了这个女人，竟然要赶他的亲妈出去，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啊？雅丽，你别在儿子儿媳面前丢人现眼了，行吗？我丢人！我的亲生儿子都要被这个女人给拐跑了，我还管什么丢不丢人啊？我今天要讨回一个公道！阿姨，你这是怎么了？怎么哭起来了？小江，你可算来了。小江，还是你好，不像某些人占着穆家少夫人的位置，却一点规矩都不懂，还挑拨我和穆君的母子关系。我什么时候挑拨过你们俩母子关系了？讲点道理好不好？哎，你妈正在更年期，脾气不稳定，你别放在心上啊。你这个人，你胡说什么呢？阿姨，您别生气，气坏了身子可不值当了。小江呢？还是你说话好听。好，阿姨听你的。我们不跟某些没素质的女人生气。我们吃饭啊。老公。哎，好，这戏码也太老套了，真以为对江代好就能气到我？真是想多了。谢谢叔叔。穆哥哥，叔叔和阿姨来了，你怎么不通知我啊？害得我也没准备什么礼物。我爸妈来看我，和你有什么关系？穆君，别这么跟小江说话。小江呢？你人来就好了，不用带什么礼物。我们见到你就已经很开心了。好。穆哥哥，这个菜很好吃，你多吃点。老婆，你吃。看什么看？吃你的。怡然姐，之前的事情是我不对，我跟你道歉，你别生气了好不好？道歉？道什么歉？是这样的，之前我和怡然姐在莫哥哥办公室里闹得不愉快，所以我想当面跟他道歉。原来是仗着穆君妈妈看我不顺眼过来告状了，还真是辛苦她大老远跑一趟了。就算是闹别扭，那也不是你的错，肯定是我那个儿媳妇儿心眼小，没事找事。不用道歉啊。可是，没什么可是的，我才是这个家的一家之主，我说不用道歉就不用道歉。那好吧，怡然姐，你听见了吧？是阿姨不让我道歉的，你千万别记恨我呀。不会啊，我一般对贱人呢是很宽容的。阿姨，姐姐她怎么这么说我？温怡然，给江代道歉。
够了！现在都出去！哎，儿子，别生气，有话好好说，别发那么大火嘛。妈不分青红皂白的刁难依然，江代又在旁边煽风点火，这就是你们说的好好说，这就是你们说的好好说。我也是为了你好，魏依然他根本就不懂规矩。他懂不懂规矩，用不着你们来评判。依然是我明媒正娶的妻子，我宠她疼她都来得及，轮不到你们指手画脚。我去，又吵起来了，我得赶紧开溜。哎呦，我的头好晕啊！我觉得我得回床上休息一下。啊，你们吃啊！最后一次，以后别让我再看见你，否则我会让你知道三番五次惹我的下场。你看看你，非要把事情弄到这一步。我也是为了他好，他根本就配不上他。你闭嘴吧，要是让儿子听到了，会更生气的。魏依然，你凭什么？魏依然，这件事情我会解决的，你再给我点时间。解决不了也没关系啊，反正我们3个月之后是要离婚的。你就这么不在乎我的感受，只想着跟我离婚？离婚不是你先提的吗？我之前是讨厌你，但是我现在喜欢你了。我也跟你表白了那么多次，你对我一点感觉都没有吗？魏依然，你看着我，你对我到底是什么感觉？你到底喜不喜欢我？我要听实话。你到底喜不喜欢我？完了完了，靠得太近，心跳好快啊！我对你没什么感觉，更谈不上什么喜欢。再说了，我们3个月之后是要离婚的，现在说这些都没用。没什么感觉吗？那你那天抱着我，叫我老公，我那是吃了不该吃的东西，不算数。可恶，早知道当初就不该下药，竟然给自己挖了这么大的坑。算不算数你心里清楚，你不是对我没有感觉，你只是不敢承认而已。才不是！你以为你很了解我吗？对啊，我不仅了解你，我还知道你现在心跳很快。这他都知道。不行，再单独跟他待下去就会出事，得赶紧走。跑什么？不敢面对自己的真心。放开我，我对你没有真心，只想离婚。那你说一句，你不喜欢我，我听听。他看我的眼神好认真，我好像真的要沦陷了。你让我说我就说啊，我才不说。小骗子。他怎么又亲我？可是我好像并不讨厌这种感觉。阿姨，您别太生气了，木哥哥他只是一时被温以然迷惑了，等他清醒过来，就会明白您的苦心的。迷惑？我看他是鬼迷心窍了。那个温依然，不知道到底给他下了什么迷魂汤。咱儿子认定的事情，谁也改变不了。咱们呐，还是别掺和了，回家吧。回去？我还没让那个温依然给我道歉呢。这件事我不能就这么算了。别闹了，行不行？咱儿子好不容易遇到一个喜欢的另一半，你非要把这婚事搅黄了，你才满意吗？哼，我把婚事搅黄？我看你真是老糊涂了。
温依然哪里配得上我们家母君？我这是在帮她规避风险。阿姨，叔叔只是太心疼木哥哥了，不想让他难堪。哎，其实我也觉得木哥哥和温以然之间的确有很多不合适的地方，但是感情的事我们也不好插手啊。我是他亲妈，我怎么不能插手啊？你得了吧，母君这些年什么时候对别人这么伤过心？他现在心里眼里都是温依然，你非要逼着他离婚，难道是你想让他后半辈子都不开心吗？难道你想让他后半辈子都不开心吗？哼，温依然心里那点心思，我还能不知道？他就是贪图我们穆家的钱，等到把我们穆家的财产拿到手，他立马就会踹掉穆君。我倒是觉得小江呀，比他好100倍，不仅温柔懂事，还真心对待我们家母君。只有小江这样的好孩子，才配做我们穆家的儿媳妇儿。阿姨，您过奖了，只要能陪在木哥哥身边，我就很满足了，什么身份都不重要。小江啊，我知道你对穆君有情义，但感情是不能勉强的。穆君已经结婚了，你这样一直纠缠下去，对谁都没有好处的。叔叔，我没有纠缠木哥哥，我只是放不下这么多年的感情。你怎么能这么说小江呢？他多可怜呀！要不是温依然横插一脚，他早就和穆君在一起了。行了，你就别乱点鸳鸯谱了。咱们儿子根本就对小江没兴趣。我真是越想越气，穆君真是瞎了眼，怎么看上了温依然那个女人？阿姨，您别气坏了身子，木哥哥总有一天会明白您的苦心的。温依然，温依然，温依然，你给我出来！温以然，这次看你还怎么翻身！温依然，温依然，你给我出来！温依然在哪儿？让他出来见我。先生，你找依然姐有什么事？我是温依然在外面包养的小白脸儿。什么？温依然，你给我出来！当初说好的会一直爱我，要包养我一辈子，现在怎么躲起来不见我？温依然这个不知廉耻的女人，竟然敢在外面包养小白脸！这怎么回事？先生，你是不是认错人了？依然姐不是那样的人。我没认错，就是温依然，她每个月给我打钱，还带我去买名牌，现在突然断了我的生活费，还把我拉黑，我今天一定要讨个说法。温依然，你给我滚出来！看看你干的什么好事，我就知道你不是什么好女人。楼下好像在吵架，我好像听到我名字了。别管他们，我们继续。不行，肯定是有什么不好的事情，我得下去看看。我陪你。温以然，我这次一定要让你身败名裂，跟木哥哥离婚。你谁啊？来我家干什么？他终于承认这是我和他共同的家了。亲爱的，我终于看到你了。离他远点儿。你是谁？你让开！我来找温依然算账，他当初承诺会对我负责，现在却抛弃我，我不服！哼，大哥，你认错人了吧？我是颜控，怎么可能会包养你这么丑的人啊？你还敢狡辩？这人都找上门来了，你还有什么话好说的？我们穆家的脸都被你丢尽了。我真的不认识他，该不会是有人陷害我吧？依然姐，别敢做不敢当啊！你要是真的不认识他，人家怎么会找上门来？笑得这么假，绝对是江代这个小绿茶设的局。你说依然包养你，有什么证据吗？这就是证据，你看，这是温依然和我一起吃饭的照片，还有他给我转账的记录呢。你这照片一看就是合成的，敢不敢拿出点真凭实据啊？没意思。不管这照片是不是合成的，这人都找上门来了。
肯定是温依然品行不端，这婚必须离。手机给我。凭什么？我看你是想删掉你妻子出轨的证据吧？给我。你就用这个来污蔑我妻子？你说我包养你，给你买名牌转账，那你倒是说说我给你买的名牌究竟是什么牌子？转账转到了哪个银行账户？具体金额是多少？时间太久了，我记不清了。你少在这儿咄咄逼人，人家林先生一看就是老实人，人家还会空口白牙的污蔑你。依然姐，林先生看着也不容易，你要是有什么苦衷，可以说出来，大家一起帮你想办法，没必要否认啊。江大，阿姨老糊涂也就算了，你怎么也帮着外人说话？还是说今天这出戏就是你精心安排的？依然姐，你怎么能这么想我呢？我只是看林先生太可怜了，不想看到他被欺负而已。我相信依然的为人，至于你，姓林的，你今天要不说出个所以然来，我一定要你好看。穆君护着我的样子好帅啊，搞得我都有点不舍得跟他离婚了。就等你这句话。啊？我什么也没说啊。我心里都清楚。这家伙什么时候这么会撩人了？我都有点招架不住了。我最后再问你一遍，你到底认不认识我老婆？你看江代干什么？难道是他让你来的？不是我自愿的，是江小姐，是江小姐给我钱，让我来污蔑温小姐，还说等事情办成了再给我5万块钱。你胡说八道什么？我根本没有。江小姐，事到如今了，你怎么还不承认？你血口喷人！我根本没给过你钱，我也没有让你污蔑温依然，少在这里栽赃陷害。江小姐，在咖啡馆你亲手给我2万定金，说只要我按照你说的做，事成再给我3万尾款，你不会是不想认账了吧？我根本没去过咖啡馆，我也根本不认识你，你是温依然找来的托，想反过来污蔑我吧？既然你说是江代指使你，又拿不出什么实质性的证据，那现在也没办法。老公，我觉得我们报警吧，只有警察才能知道到底谁在撒谎。别报警，我不是故意的，我就是一时糊涂。江小姐，我求你救救我，我上有老下有小的，要是进了局子，我们全家都完了。你当初答应我说不会出事的，你快跟他们说，是你让我来的，你快说呀！放开我，谁要救你？你这个疯子！你要是再胡说八道，我对你不客气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难不成真的是小江？江代，都到这个时候了，你还要演下去吗？江小姐，我求你救救我，我真不能坐牢，你不能抛下我不管了。你闭嘴，根本就不认识你，你再胡搅蛮缠，就真对你不客气了。看来不报警是查不清楚的呀。别报警，我想起来了，我有证据，不对，我有证据。穆先生，你看这上面的字都是江小姐写的，她让我今天来穆家闹事，还教我该怎么说。江代，这字迹你总不能不认吧？小江，这字真的是你写的吗？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呀？穆哥哥，我只是太爱你了，我受不了你跟温依然在一起，我只想让你们离婚，没有别的意思。这不是你污蔑别人的借口。穆哥哥，我再也不敢了，你原谅我吧。江代，我曾经告诉过你，我现在喜欢的是依然，咱们2个根本就没有可能。可是你还是这么执迷不悟，一次次做出这种出格的事情。你收了江代的钱，同流合污，诬陷我妻子，你等着吃官司吧。穆先生，我错了，我再也不敢了，求您别告我，我愿意把钱都退回去，还愿意给温小姐磕头道歉。道歉有用的话，要警察干什么呀？你自己犯的错，就要你自己承担。小江啊，我原以为你温柔懂事，没想到你
心思这么歹毒！哎呀，我不是故意的，我只是太想跟穆哥哥在一起了，我真的没有别的办法了。小江啊，感情是不能勉强的，你这样不仅伤害了怡然，也毁了你自己，你应该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你好，警察吗？这里有人恶意诽谤、捏造事实、诬陷他人，地址是……对不起啊，怡然，都是我误会你了，我不该听江代的话，对你那么刻薄。没事儿嘛，你也是被江代蒙蔽了。是啊，雅丽，以后啊可不要再冲动了，把事情查清楚再说。怡然呐是个好姑娘，咱儿子能娶到怡然，是咱全家的福气啊。知道了，之前是我太固执了，总以为江代温柔懂事，没想到他心思那么深沉。倒是怡然不仅不记仇，还那么明事理，确实是个好儿媳。以后啊，我再也不干涉你们了，只要你们能够好好过日子就行。谢谢妈，你能理解我们。我们会好好过日子的。怎么，不打算等3个月之后跟我离婚了？你要是想离婚也不是不行啊，现在就去民政局。怎么可能？我怎么会跟你离婚啊？我开玩笑的。真的？当然了，我可以发誓。笨蛋，我相信你。真的？太好了，老婆婆跟我离婚喽！穆君，你快放我下来！你放我下来！